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封震撼人心的临终遗书。一位中国前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竟亲笔写下一封信，拒绝以武力统一台湾，并且向台湾人民表达歉意与敬意。这听起来难以置信，一个体制内最高层的领导人，怎会说出与官方宣传背道而驰的言论？他为什么要在临终前挺身而出，反对武统，认可台湾的民主价值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封传说中的李克强临终亲笔信，以及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两岸秘密。整个过程曲折离奇，发人深省。看完后，保证让你对当今局势有全新的思考。首先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封信的主角李克强。李克强是中国曾经的2号人物，担任国务院总理长达10年之久。他出生于社会动荡的年代，靠读书改变命运，一路从地方干部爬到中央高层，被视为胡锦涛团队的重要接班人之一。在2013年出任总理后，李克强主张市场改革、简政放权，推出过许多经济刺激和民生政策。他给人的形象是温和谨慎，喜欢讲实话。举个例子，他曾罕见地坦诚，大陆有6亿人，月收入不足1000元，一句话捅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真相。这种直白让他赢得不少老百姓的好感，但也显露出他与当前强硬路线格格不入的一面。随着习近平上台巩固权力，李克强的影响力却日渐式微。习近平成立各种领导小组，大权独揽，李克强作为总理却被边缘化。据说在内部会议上，他时常表情凝重，沉默寡言。有评论称，李克强虽位高权重，但在习面前说不了几句硬话。然而，他内心真的毫无想法吗？并不见得。正是在看似沉默的外表下，李克强可能一直对国家走向抱持不同的思考，尤其是对两岸关系，他的理念和习近平有着天壤之别。我们知道，习近平政府这些年对台湾的态度日趋强硬，武统、以武力实现统一的声音愈演愈烈。从频繁的军机绕台、军演恫吓，到外交辞令中不断强调不放弃使用武力，北京当局传递出随时可能以战逼统的信号。2019年香港民主运动遭镇压后，台湾民众更是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，对来自大陆的统一主张充满戒心。然而，北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，就在高层充斥着强硬叫嚣的同时，一个出人意料的温和声音在体制暗处默默酝酿，那正是李克强的心声。时间推进到2022年底与2023年初，这是中国20大权力交接的时刻。李克强在20大后卸下领导职务，准备于2023年3月正式退休。对外界而言，他功成身退，一切看似风平浪静。但谁也没料到，就在卸任总理前后，李克强预感到了巨大的危机。他开始着手写下一系列亲笔信和私人手记，仿佛在为自己可能发生的不测预做准备。根据后来的披露，他深知自己说真话的理念与集权体制格格不入，或许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因此，他决定以文字留下最后的声音。2023年10月27日凌晨，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中国。刚退休不久的李克强，在上海度假时因心脏病猝逝，享年68岁。官方通报称他是在游泳时突发心梗，不治身亡。然而，许多人对此说法存疑，毕竟李克强身体一向健康，年仅花甲有余，怎会如此突然离世？坊间流传着各种猜测，有人怀疑这是权斗下的黑幕，是政治谋杀而非自然病逝。也有人认为李克强掌握内情，被做掉是为了永绝后患。一时间阴谋论四起，但官方噤若寒蝉，全网对李克强之死的讨论遭到严密审查。尽管如此，民间自发的悼念浪潮仍难以完全压制，许多网友以点燃蜡烛、转发他过去的讲话片段来寄托哀思，还有民众跑到李克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献花致敬。这在近年来高压统治下极为罕见，显示李克强虽然身居体制，但在百姓心中形象相对亲民正直。他的突然离世让许多人倍感痛惜。李克强去世后，风波并未结束。2024年初，一位名叫胡立任的上海企业家在美国站出来，声称掌握了李克强生前留下的重要文件。胡立任其人何许？原来
他曾与李克强有过数面之缘，是李克强生前信任的一名友人。据胡立任透露，李克强的一位密友在李去世3个月后，约2024年初，主动联系了他，将李克强预感自己遇险时写下的一封公开信托付给他保管，并请求在时机成熟时公之于众。胡立任深知手握的是颗震撼弹，于是暗中调查取证，同时谨慎寻找合适的公布时机。转眼到了2025年，2年过去了，许多人已经渐渐淡忘李克强之死。然而就在今年7月，胡立任突然在网络上抛出劲爆消息，他公开了李克强生前写给全中国人民的一封遗书。这封信据称是李克强在2023年春写下，原本打算寻找机会向全国发表，奈何最终未能如愿，而今只能以这种曝光方式与世人见面。一时间，海外华人社群哗然，纷纷好奇信里写了什么。更劲爆的是，仅仅过了1周左右，胡立任再接再厉，又公布了李克强写给台湾人民的另一封信。没错，您没听错，一封写给全国同胞，一封写给海峡对岸的台湾乡亲，内容都是李克强的临终肺腑之言。2封信连环曝光，宛如平地惊雷，一下子震动了整个舆论圈。我们先来说第一封致全国人民公开信。在这封写给中国同胞的遗书中，李克强回顾了自己数十年的从政生涯，言辞恳切，充满对国家前途的思索与忧虑。他表示自己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贫困走向开放富足，也始终相信现代化不该只看高楼和 GDP 数字，而应体现在人民是否过上安稳有尊严的生活。他强调发展要有温度，改革要听民意，政府政策不能脱离群众需求。这番话延续了他一贯的亲民思路。然而，信的语调很快转向反思与不安。李克强在信中提到，他在抗疫期间深感过度风控对民生的伤害，信息不透明导致恐慌，压制言论积累了社会不安。他哀叹太多家庭在沉默中承受困苦，太多真实的声音未能被听见。他批评近年来改革动力减弱，社会言论空间缩小，点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鼓励说真话，容纳不同意见。李克强话锋一转，直言不讳地说，如果一切仅依靠维稳与控制，那种表面的平静终究难以长久。试想，这番话何其大胆，等于是讽刺当前体制过度高压维稳，掩盖矛盾。接着，他表示自己不迷恋权力，不回避问题，希望中国未来走向法治、公正、开放的道路，不要再次倒退关闭。他勉励国人不要失去信心，要保持理性与良知。读到这里，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一位卸任总理深深的遗憾与期许。李克强坦诚自己个性温和克制，但国家需要更多敢于说实话、办实事的建设者，而不是只会喊口号的人。如果有过去的努力能在改革中留下哪怕一丝空间，在市场经济中守住一点机智，在社会上争得一分宽容，他便无愧于责任。但遗憾的是，他仍觉得自己辜负了人民。人民生活本可以更安心，制度本可以更透明，言论本可以更自由。这一句句读来令人动容。最后，他用近乎诗意的语言结尾，如浮游寄身天地，愿这封信如微光未灭，照见彼此前行的方向。可以想见，这封信在呼吁中国不要放弃改革开放的道路，不要让恐惧战胜理性，也是在隐隐对现状表达不满与歉意。对人民，他心中满是亏欠；对未竟的理想，他唯有寄希望后人。如果说第一封信还主要聚焦于中国内政，那第二封写给台湾人民的信则更让人震撼，因为它触及的是中共最敏感的台湾问题。而李克强在信中流露出的观点，几乎与北京官方的对台路线背道而驰。接下来，我们就重点来看看这封致台湾人民的信到底写了什么。李克强开头便写道：亲爱的台湾人民，语气诚恳而沉重。他说，夜深人静之时，自己提笔写下这封信，不是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，不是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人物，而是作为一个历经风雨、对民主的未来仍怀有希望的中国人，向台湾人民倾诉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可以感受到
李克强此刻把所有官方头衔和包袱都抛开了，以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与台湾对话。他接着描绘了两岸之间隔着一道越来越深的海峡，隔着制度、历史、战争阴影和命运裂痕，也隔着误解与不安，特别是曾经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，把双方心理距离写得入木三分。李克强话锋一转，称赞起台湾。台湾从来就不是一块普通的土地，它是华人世界最早完成民主转型的地区，是现代制度文明的一面镜子，也是许多大陆知识分子心中既遥远又熟悉的存在。各位听到这里，是不是感到不可思议？一位中共前总理竟如此高度肯定台湾的民主价值。要知道，平日北京对台湾民主制度从不认可，甚至冷嘲热讽。但李克强的话充分肯定了台湾民主对华人世界的意义，说它是坐标和镜子，映照出现代文明的模样。这等于承认，在制度文明上，台湾走在了大陆前面。此言一出，足以令强硬派拍案大怒。更让人动容的还在后头。李克强写道：你们之所以坚持自我，是因为你们清楚自由的价值不在于口号，而在于一张真实有效的选票，以及一种生活在公义与尊严中的踏实感。他这几句把民主自由的意义解释得浅显又深刻。自由不是挂在嘴边的标语，而是你真真切切可以批评当权者，可以用选票决定自己命运，能活在有秩序、有尊严的社会中。这无疑是在称赞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。想想看，这种话在大陆是几乎不能公开说的，可李克强在遗书中说给了台湾人民，显示他内心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。接下来，李克强切入两岸关系的核心。他坦言自己无数次思索一个问题：如果大陆能做得更好一些，如果大陆的制度真能体现法治、公平、自由与人文光彩，是不是就无需诉诸武力，而是凭借制度的温度与文化的吸引力，就能赢得台湾的理解与信任，最终实现融合。他说，这不是乌托邦幻想，而是他始终坚信的方向，也是他在任内不断追求却未完成的目标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头皮发麻。李克强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，统一的正确道路应该是通过自身改革进步来感召台湾，而不是动用武力去强迫。他直接质疑了北京当前的对台基本方针，把统一的前提从我们要你接受变成我们先做好自己。这种战略思维简直颠覆了中共多年来的强硬路线。事实上，李克强在总理任内确实尝试过用吸引而非威逼的方式拉近两岸距离。他提到自己曾推动31条惠台措施，在教育、医疗、科研、就业等领域对台湾同胞开放便利，希望以实实在在的利好吸引台湾年轻人自愿来大陆发展、生活、落地生根。这些措施当年一度让不少台湾商人和学生觉得有利可图，是北京和平统一策略的一部分。然而，李克强紧接着话锋一转，语带沉痛地承认，我始终认为统一必须依靠制度的吸引力，而不是通过强权压服，更不是掠夺与征服的手段。可惜我失败了。短短一句我失败了，透露出多少无奈与心酸。他亲眼看见大陆的制度日趋僵化，思想进步遭到扼杀，社会舆论被一步步钳制。他目睹了香港那座原本自由开放的城市被沉默与恐惧所笼罩，看到媒体晋升，青年失语，一个本有机会迈向现代文明的国家被集权的恐怖政治扭曲了方向。这几句话每一条都是对现实沉重的批判。制度僵化、集权恐怖、扭曲国家方向，句句惊心。李克强等于在说，大陆本可以用文明开放的道路去感召台湾，结果却自己退步了，把那条光明大道亲手堵死。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李克强写道，同一时间，他看到台湾社会对统一二字越来越敏感、警觉。他完全理解台湾人的疑虑与抗拒，因为不是你们不愿走近，而是我们没有变得值得信赖。各位，细细品味这句话，不是你们不愿走近，而是我们不值得信赖。这几乎是一种向台湾人民的道歉与忏悔，承认两岸关系走到今天，大陆方面要负主要责任，因为大陆没有变成一个让台湾信任的对象。
这在中共高层口中是从未出现过的观点。平时北京总是一味指责台湾顽固分裂，不识大体，从不检讨自己哪里做错。但李克强这里直截了当地说，我们没能让自己变得值得你们信赖，这才是统一无望的根源所在。可以说，他把多年来两岸互信流失的症结一语道破。更令李克强痛心的是什么？他点出了另一个要害，有一些披着和平统一外衣的台湾政客频繁往来两岸，打着交流合作的旗号，实则满脑子只想谋取私利，趁机敛财。这些人把统一当成自己的利益游戏，严重破坏了两岸之间仅存的信任。他毫不客气地表示，对这些人只有深深的鄙夷与失望，因为他们玷污了统一这两个字，让真正渴望对话理性的声音被掩盖。各位想想，这一段简直是在点名批评那些台湾的亲共政客。我们都知道，台湾确有一些政治人物口口声声和平统一，一中一家亲，但背后可能从大陆拿了不少好处，在岛内从事统战活动。李克强显然对这类人相当反感，认为他们不是沟通桥梁，不是和平使者，而是破坏者。当统一变成少数人的谋利手段时，这条路注定无法通向真正的融合。李克强这句评语可谓切中要害。谈到这里，李克强对当前局势的失望溢于言表。近年来，武统的声音愈演愈烈。他写道，军演一次次上演，战机飞越海峡，政论节目充斥着铁血叫嚣，但是这一切真的能换来彼此的信任吗？显然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。李克强透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，我在一次国安会议上曾直言，制度若失人心，便失天下。战争纵能摧毁肉体，也征服不了灵魂。大家细品这句话，战争可以摧毁人的肉体，却无法征服人的灵魂，这无疑是对动武统一最大的质疑和警告。他把历史上的至理名言得人心者得天下搬出来，直接套用在台湾问题上，劝诫同僚，一个政权若不得人心，注定失败，就算发动战争消灭了有形的身躯，也休想征服无形的意志和灵魂。据李克强说，他在国安高层会议上当面讲出这番话，可想而知需要多大勇气。这等同当着最高领导的面泼冷水，挑战当前路线。然而，他苦笑道，这些话最终没能撼动最高决策者既定的方针，强硬成了唯一被允许的表态，而克制冷静反被视作软弱无能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李克强深感绝望。信的最后，李克强的语气带着决绝与悲凉。他写道，今天的大陆已经偏离了他心中的愿景，他很清楚留给自己说话的机会不多了，所以他写下这封信，不是为了辩解，更不是为了宣传，只是为了留下一个声音，一个中国人努力说出真话的声音。他直接对台湾人民说，统一不应该是命令，而应该是一种邀请，要不要接受，应当由你们自己决定。并不是所有大陆人都渴望用武力压服你们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抛弃了理性与文明。你们所守护的那种制度，是我们未曾拥有，却始终向往的。各位听听，这话是不是说到了很多台湾朋友的心坎里？他明确表示，统一应尊重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权，绝非由北京下命令决定。还强调许多大陆人其实羡慕向往台湾的制度和生活方式，只是无奈自身没有。最后，李克强描绘出他心目中真正的统一图景。如果这个国家终有一日能真正走向法治、自由与理性，也许那时我们不再是彼此隔岸相望的彼岸人民，而是能在制度、平等、文明共识中坦然相对的彼此。那一天才是我心中真正的统一。这段话看得人热泪盈眶。在他心中，真正的统一不是用飞弹将台湾轰回来，不是用武力在地图上抹去分隔线，而是有一天中国大陆自身实现了民主法治，两岸在平等自由的制度下成为彼此尊重的一家人。那样的统一不需要谁吞并谁，而是水到渠成的融合。可惜目前我们离那一天愈来愈远。李克强感叹，他写这封信不是痴心妄想，更不是想粉饰历史创伤，而是想在这个充满高墙与晋升的年代留下一个记号。他说，我们本可以选择一条不同的路，那是一条通往尊重、理解与文明的路，避免冲突与撕裂的路，但最终
我们走上了另一条充满胁迫与误解的道路。它带来的不是统一，而是更深的分离。读到这里，不禁令人唏嘘。两岸原本有机会避免如今的紧张对立，如果当初大陆走的是李克强所说的那条尊重理解之路，也许情况大不相同。而现在，李克强承认，我们走错了路，而且越走越偏，统一不但没达成，仇恨和隔阂反而更深。尽管如此，李克强并未完全绝望，他寄望未来有一天，中国能重回理性与文明。他在信的结尾深情祝福，愿你们平安、坚定、自由，也愿我们的下一代能在一个没有敌意的世界里，以平等的身份彼此相惜，不带成见地走进历史。最后落款署名时间是2023年春月，并写下一句凄凉的旁注：李克强写于一个沉默如冬的夜晚。至此，整封信戛然而止。可以想象李克强写下最后一字时的心情。窗外春天将至，但政治的寒冬依旧笼罩，他能做的只是在黑暗中点上一支烛火。两封信的内容我们已经大致了解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信件究竟是真是假？李克强真的写下了如此反体制、反武统的遗言吗？还是这仅仅是一场精心编造的谣言？截至目前，这些信主要透过海外渠道曝光，在中国国内媒体上毫无踪迹。北京当局既没有证实，也未明确辟谣，只是保持沉默，封锁消息。支持信件真实性的观点指出，信中语气文风与李克强过往风格颇为相符，尤其一些细节如6亿人低收入、人在做天在看等，都是李克强生前公开讲过的话，让人觉得并非空穴来风。另外，李克强卸任后确实曾低调访问过河南乡村，强调民生似乎对现状有所不满，这也与信中态度相符。而且李克强在任内主持制定惠台31条措施，对经济自由化的立场，都印证了他信中所述以制度吸引台湾的理念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20大后被彻底排除权力核心，退休后不久离奇去世，种种迹象让人怀疑他与最高领导存在路线矛盾。因此，不少海外人士相信，李克强生前极可能有许多未竟之言，而这两封信恰恰填补了这个空白，具有一定真实性。然而，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。怀疑者指出，消息的源头胡立任本身不是知名政要，只是一介商人，他的说法缺乏第三方证据印证。如此爆炸性的内容，为何没有更权威的信源？此外，信件篇幅长，内容广，李克强真能在高度监控下写出如此多敏感文字并安全留存吗？要知道，中共高层的一举一动都在严密监视之下，留遗书这种事若稍有风吹草动，很可能被安全部门搜查没收。还有人认为信中的某些词藻过于文学化，例如沉默如冬的夜晚照进一束不同的光，不像出自经济学博士出身、平日讲话比较直白的李克强之手，反而更像文人捉刀。甚至有人怀疑这是一场政治操作，可能是某些反共团体炮制的文宣，用李克强的名义发声，目的在动摇军心或离间习派。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。无论如何，这两封信在海外华人世界已经引发极大震撼，许多人阅读后深受触动。原来中共高层中真的有人看清了局势，说出了老百姓心里的话。一些台湾网友表示，看完信感到难过又欣慰。难过的是，两岸本可避免走到今天这步田地；欣慰的是，至少有人站出来为和平理性发声。也有人感叹李克强这样讲真话的人终究没有好下场，更加认清中共体制的残酷无情。还有不少人称他为大陆体制内最后的良心。当然，也有统派人士直接斥责这封信是伪造的媚台投降书，怒批李克强叛国实锤。可想而知，如果信件属实，从中共官方角度，李克强的所作所为确实接近叛徒。他挑战了最高领袖，否定了武统路线，几乎碰触了政治禁忌的红线。或许正因如此，他才预料自己凶多吉少，提前将信托付密友备份，留待将来公布于世。身在民主社会的我们，不禁要问，李克强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睿智与良知，难道不正是解决两岸困局所需要的吗？他主张以尊重与制度魅力争取统一，而非以战争恫吓。他勇于承认自身不足，
反省信任破裂的原因，他向往自由民主，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。这些理念放诸今日，仍然熠熠生辉，给迷雾重重的两岸关系指出了一条光明路。然而，最讽刺的是，这样的声音只能以遗书形式偷偷传出，在墙内却被当成洪水猛兽噤声风沙。我们不禁要思考，当一个政权连自己元老最后的肺腑之言都容不下，这个政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？李克强用生命最后的篇章写下了他的答案，一个截然不同于官方宣传的答案。或许多年之后回头再看，我们会发现他的这封遗书是那个黑暗年代里难得的一缕微光，提醒着世人另一种可能。最后，让我们再回味李克强留给未来的寄语：如果未来的中国仍保有反思的勇气，请记得，在那个充满高墙与晋升的年代，曾有人努力打开一扇窗，照进一束不同的光。无论这封信的真实性最终能否被证实，李克强所代表的这股理性之光都不应被遗忘。它象征着中国人内心深处对自由和真相的向往，也象征着两岸人民渴望和平共处的初心。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还会有更多勇敢的人站出来，延续这束光，为改变僵局带来契机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李克强的声音已融入历史长河。我们期待有朝一日，当高墙倒塌，真相大白之时，他笔下那个充满尊重与理解的未来能真正到来。届时，两岸人民定能在平等无惧的世界里握手言和，共同走向没有敌意的新篇章。让我们保持信念，静待那一天的到来。